要想皮肤好，早晚用大宝。红色瓶盖，白色瓶身，不到20就能呵护全身。作为曾经风靡全国的护肤神器，大宝 SOD 蜜的名声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物美价廉、男女通用的特性，让它长期占据着国内日化品销冠宝座。即便后来衰落，惨遭外资收购，也依然凭实力维持着年销1亿瓶的佳绩。那么，大宝经久不衰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本期节目，品牌哥就来讲讲大宝的故事。大宝的前身是民政局旗下为残疾人开设的福利性工厂三鹿厂，由于管理水平落后，生产效率不足，该厂一度在改革开放初期陷入债务危机，眼看大批工人即将失业，一个名叫吴宝信的人临危受命当了厂长。这个吴宝信常年混迹于化妆品行业，小有名气。在他看来，新时代下的中国人在物质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会越来越爱美。而那时的国内护肤品市场还是一片蓝海，若能专注此路，必定大有可为。1985年，三鹿厂改制，吴宝信用自己名字里的宝字给新公司取名为大宝。大宝这名字取得很妙，乍一听像某人的乳名，和那些名字夹带洋文的外来品牌相比更有亲切感，不知不觉拉近了品牌和大众的距离。凭借着吴宝信自研的粉刺露、增白露、脱毛露以及减肥霜、生发灵等物美价廉的后发产品，大宝仅用3年就把负债280万的福利工厂打造成了营业额1亿的化妆品新贵。完成救急后，吴宝信功成身退，于1989年离开大宝。临走时，他把15项自研专利留给了大宝，其中9项更是无偿赠予，这也为后来大宝的起飞打下了基础。1990年，大宝推出了划时代产品大宝 SOD 蜜，正是它的出现让大宝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表面上 SOD 蜜和其他护肤品没啥区别，都是起润滑、锁水、养护功效的白色乳膏。国内比它做的久、做得好的产品比比皆是，比如主打护肤的有益护肤脂、雪花膏，以及增香除味的雅霜，还有专注美白的霞飞增白蜜霜等。但大宝在自家产品上植入了一个相当给力的卖点，那就是抗氧化。上个世纪80、90年代，美国科学家正围绕着人类为何衰老这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而在众多说法中，一个叫自由基理论呼声最高。简单说，该理论认为，人体在呼吸代谢过程中，细胞会产生一种叫自由基的废物，这种物质正是让人类衰老的元凶。而想要让这一过程变慢，甚至可逆，就必须要使用抗氧化剂来抑制自由基。虽然该理论的科学性未得到充分验证，但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下，抗氧化剂迅速成了医美护肤保健品领域的宠儿，而大宝也紧跟潮流，把这一概念给借了过来。还记得大宝 SOD 蜜中的 SOD 3个字母吗？那正是抗氧化剂超氧化物歧化酶的缩写。而在植入抗氧化卖点后，大宝 SOD 蜜也立马上了档次，和一堆国产护肤品拉开差距。当然，仅靠这一点还不足以让大宝取胜，他们还要面对同样掌握先进技术理念的外资品牌。毕竟抗氧化剂这东西并不稀罕，你有人家也有。理论上说 SOD 和维生素没区别，那么大宝最终是靠啥脱颖而出的呢？答案就是差异化的产品定位。如果看过大宝早期电视广告的朋友一定还记得，在大宝的广告里，露脸最多的往往不是那些肤白貌美的年轻女性，而是一群洋溢着幸福笑容偷用老婆 SOD 蜜的大老爷们儿。别家的护肤品都只针对女性，而大宝却宣传男女通用，而这正是大宝差异化营销的独到之处。这样宣传不仅扩大了用户群体，让男人成为了大宝的潜在客户，同时也给女人们的护肤品消费增添了一个合理动机。毕竟满满一瓶10元不到，老婆老公都能用，不仅护肤还抗衰老。这种一物多用的卖点，足以让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心甘情愿地掏钱。此外，在营销上，大宝也格外强调草根属性，其广告都为路人出演，少有流量明星，内容也大多是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题材。人民教师、厂办女工、工地师傅，什么接地气他们就拍什么。其目的就是要突出大宝护肤品并不是精致生活的代名词，而是老百姓买得起、用得上的东西。配合上真情永不变、大宝天天见这样朗朗上口、朴实无华的广告语，其品牌的大众情怀瞬间拉满。当然，如果单靠营销、单靠便宜，大宝 SOD 蜜就能成功，那这生意也太好做了。事实上，大宝卖得好，本身产品力够强也是一大原因。就拿大宝 SOD 蜜所散发的特殊清香举例，其味道是大宝根据一种叫铃兰的草本植物合成而来，比起那些乏善可陈的薰衣草、玫瑰香，确实高级很多。
总之，大宝 SOD 蜜不仅引入了国外时髦的医美概念，还通过差异化定位，把男性群体也纳入了目标客群，颠覆传统护肤品市场。加之卖得便宜，性价比够高，所以上市没多久就成为了现象级的护肤品。自1997年起，大宝连续8年摘得中国护肤品销量第1的宝座。2001年，大宝销售额达到7.8亿，其中大宝 SOD 蜜贡献了80%。2003年，大宝 SOD 蜜市场份额达到17.79%，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不过，这个现象级的国民护肤之王在巅峰之后很快就衰败了，没过几年惨被外资收购。那么，为何大宝这么快就由盛转衰了呢？总结起来，内因和外因都有。首先，大宝打造 SOD 蜜所依仗的自由基理论在海外出现了风评的变化。有外媒报道称，自由基理论其实是一个叫丹汉姆哈曼的化学家照着自己老婆的美容杂志所编撰出来的学说，并没有经过系统的科学论证。此事一出，立马就影响到了医美和化妆品行业，大宝也因此被扣上了虚假宣传的帽子。后来又有网友扒出，所谓的大宝 SOD 超氧化歧化酶其实是从面包虫上所提取的物质，面包虫粉涂脸。这新闻一出，立马引起了听者的生理反感。此外，由于违法成本低、物美价廉的大宝 SOD 蜜成为了不法分子最喜欢仿冒的假货之一，而这假货用起来自然比不了真货。时间一久，消费者一抱怨，脏水都往大宝身上泼。加之彼时中国人的消费观念也从90年代的实用主义逐步转变为追求个性和品质的消费主义，高品质护肤品需求与日俱增。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变，使得便宜不再是绝对优势，把握不好就容易沦为廉价的代名词。而大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意识到了，但也没有改变的想法和能力。一来，大宝在新品开发上处于一种能搞就搞，不搞也罢的心态，毕竟 SOD 蜜卖得好，吃老本就很香，舒适区待久了，谁都不愿改变。二来，老国企管理水平、研发能力、生产效率已全面落后，无法适应新市场。随着口碑下滑，销量缩水，薄利多销、利润不高的 SOD 蜜也撑不起门面了。所以很快大宝就陷入了财务困境。而此时财大气粗的美国日用消费品巨头宝洁开始在国内疯狂撒币，开疆扩土。他们以3.85亿拿下了央视广告 C 位，并引入了 Olay 玉兰油和丰富的彩妆系列。2004年，宝洁在国内实现了近150亿的营收额，而大宝的份额则不断缩水，至2006年已不足1%。最终在苦撑2年后，大宝于2008年被美国强生集团收购。当然，如果抛开品牌的民族情节来看，强生收购大宝绝对算得上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案例。对大宝来说，卖身虽然不体面，但却避免了员工失业、债务扩大等一系列问题。而对强生来说，虽然拥有路德清和可伶可俐2大中高端护肤品牌，但由于定位太高，水土不服，这俩在中国卖的并不算好。所以他们把目光聚焦到了国内的低端护肤品市场。毕竟在中国，中低收入群体始终占据大数，专注解决他们的护肤需求，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机会。基于这种需求，他们在接手大宝后，并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造升级，而是继续维持大宝平价亲民的市场定位。除了品牌 logo 有小幅调整，包装设计更加精简美观外，大宝整体的品牌调性维持着原来的风格，甚至连企业文化和员工体系，强生也不做过多干预。这种克制和分寸感，在外资收购国牌的案例中并不多见。而为了原汁原味，换新后的大宝并没有推出太多新品，仅在 SOD 蜜基础上细分出了 SOD 手霜、SOD 面霜、SOD 身体乳等产品。同时，在此前男女通用理念的基础上，还扩展出了男士专用系列，比如男士活肤霜、保湿露、控油洗面奶等。此外，还有少量实用新品，比如防晒霜、修护乳、维生素 E 乳等。其新产品线与之前相比丰富不少，但也不会显得花里胡哨。而在广告营销上，大宝不再提及抗衰老等浮夸概念，只强调自家产品在中药成分作用下拥有润肤保湿的实用功效。毕竟几十块的东西，受众都是普通人，谁在乎抗不抗衰老呢？总之，改造后的大宝在保留原有风味的基础上，不仅变得精简实用，同时也更加低调了。以至于随后几年，网上关于大宝的消息越来越少，甚至他们连官网都搞得很寒酸，不知道的还以为这货倒闭了。但事实上，在强生现代化管理体系的支持下，大宝不仅完成了重生，还在2014年实现了2位数的年复合增长率，且这种向好势头一直维持至今。不信，你打开他们的天猫旗舰店看看，其月销10万，回头客50万的傲人战绩，足以说明现在的大宝活得有多滋润。
当然，大宝的畅销倒不是什么情怀所致，只是在这个经济下行、消费主义惨遭暴打的年代，大家习惯了理性消费而已。